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疯狂也最具传奇色彩的男人之一。马斯克一边经营着特斯拉、SpaceX 等个人事业，一边又深度介入政治，而他的私生活又在频频上演着宫斗剧。他曾在社交网站上招揽女性为他生孩子，花费数百万美元让众多孩子的母亲保持沉默。他的理想就是要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生出军团级数量的孩子。报道称呢，他已经有了14个孩子。然而，据熟悉马斯克的人士透露说，这位世界首富的儿女的实际数字可能远比外界所知更多。比如，一位日本官员曾经请求马斯克向一位不知名的女性捐献精子，他答应了这件事儿。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已知的孩子们的妈妈们，风格跨越度也跟马斯克的公司一样大。从作家、歌手、AI 高管到代孕母亲，简直是一支多元宇宙的女性天团。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马斯克和这些孩子的妈妈们之间到底是爱还是使命？这些孩子到底是甜蜜爱情的副产品，还是他火星蓝图的人类种子？还有马斯克为何执迷于生孩子，或者是说繁衍后代这件事儿？马斯克的造人计划究竟藏了多少秘密呢？方舟还要友情提醒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既浪漫又离谱，既科技又令人迷惑，不小心会刷新您的世界观。加斯汀·马斯克是一名加拿大作家，他也是首富马斯克的首任妻子，也是马斯克大学时期的女朋友。两个人1990年代相识，2000年结婚。没有人预料到这段婚姻将成为马斯克生育观的启蒙课。拥有女王大学英语文学和心理学双学位的加斯汀，不仅是马斯克的灵魂伴侣，更是他创业初期的精神支柱。在名利场的专访中，加斯汀回忆道，我们曾经约定要申购一支足球队，但2002年长子内瓦达的猝死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仅10周大就夭折的婴儿，让马斯克做出了惊人的决定，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在18个月内连续诞下了双胞胎和3胞胎，总共5个男孩。其中双胞胎中的一位后来成了跨性别者。2008年，当他们的婚姻因为马斯克的工作狂倾向而破裂的时候，加斯汀带着5个孩子和每个月22万美元的抚养费离开了。这位擅长心理悬疑小说的女作家，后来在作品中隐晦批判了科技精英的生育偏执，在外界视为对前夫的隐喻。加斯汀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警示，他把生命当成了可优化的代码，却忘记了人类需要情感编译器的兼容。在2018年，当马斯克和加拿大先锋音乐人格莱姆斯的恋情曝光的时候，这场科技与艺术碰撞立刻引发了轰动，可以说他是马斯克最火的伴侣之一。这位格莱姆斯不仅是实验音乐的奇才，更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撰稿人。他是与马斯克在关于人工智能诗歌的学术论坛上邂逅的，这场邂逅堪称现实版的科幻小说的情节。后来他们共同生了3个孩子，其中包括代孕的一对双胞胎。他们的孩子的名字也非常的有科技感，比如最出名的是 X Asia A12， 我们简称小 X， 听起来好像密码生成器生出来的名字。他们的长子小 X 诞生的时候，格莱姆斯在推特当中写道，这是为了火星纪元准备的超人类试验。这段关系呢，分分合合，但格莱姆斯自己说他们是流动型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共同养育孩子的伙伴。而通过代孕秘密生下的女儿和儿子，他们的名字当中暗藏的是量子力学和中世纪神话元素，暴露出这对伴侣试图融合科技与玄学的生育哲学。
在2023年《滚石》杂志的采访当中，格莱姆斯直言，艾隆相信优质基因组合能加速人类的进化，而我好奇科技如何重塑生育伦理。这番表态好像与马斯克生育率低于 2.0 将导致文明崩溃的公开言论形成了互文。不过呢，就在今年2月，格莱姆斯在 X 上公开向马斯克求助，说他们的孩子正在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但马斯克始终没给予任何回应。他不想让儿子小 X 如此抛头露面，同样也是反对无效。西冯·奇利斯是一名加拿大科技主管和风险投资家。如果说前两段关系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那么耶鲁大学神经科学才女西冯·奇利斯的选择则更显得理性。这位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营运主管在2021年通过试管婴儿诞下了双胞胎，今年3月又生下了他们的第4个，总排行在第14的孩子。法庭文件显示，生育决定发生在2个人从未约会的前提下，这更像商业合作般的严谨和有计划。福布斯曾披露，奇里斯作为 OpenAI 创始团的成员，与马斯克在脑机接口和 AI 安全领域里的理念高度契合。知情人透露说，他们的生育协议包括了严格的基因筛查条款。婴儿出生的第2天，奇里斯就带着孩子出席了 AI 伦理研讨会，完全展现了科技精英特有的效率主义。当记者询问这种剥离情感连接的生育方式时，他引用了《自然》杂志的论文作为回应。如果 20% 的精英能贡献 80% 的基因进步，为何要受传统伦理拖慢人类的进化呢？这位耶鲁毕业生被视为是马斯克生活中的定海神针，享有特殊地位，经常陪他出席高规格的活动，包括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和参加为特朗普举办的晚会。接下来的内容呢，又有点八卦，又有点让普通人瞠目结舌。近期呢，《华尔街日报》又长篇报道了今年2月生下马斯克第13个孩子的26岁保守派网红阿什利·圣克莱尔。上个月马斯克还说他不确定孩子是不是我的，但圣克莱尔曾经公开了2个人关系的证据，上周还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马斯克有 99.9999% 的可能性是孩子的父亲。长期担任马斯克代理人，也就是他的大内总管贾里德·伯查尔曾经对圣克莱尔说，马斯克心地善良，出手大方，但不喜欢受人逼迫。每当其他孩子的母亲用法律途径处理和他的纠纷的时候，后果通常较为不利。伯查尔转告马斯克的条件，愿意提供1500万美元，外加每月10万美元，一直到孩子21岁为止，但他必须不能对孩子透露他的身世。伯查尔说，为马斯克生下孩子的其他几位女性都接受了类似的条件。这位网红妈在文章中称，这位亿万富翁正秘密试图生育一大群的后代，并声称马斯克还私信给美籍华裔女网红蒂芙尼·方为她生孩子。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深入报道，人们了解到了马斯克后宫宇宙里的在线选妃、父亲生子、内务总管打包善后的等令普通人瞠目的内容。另外呢，除了将首富马斯克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著名好莱坞美女艾梅伯之外呢，还有一位美女必须说一下，塔露拉·莱利。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很眼熟，莱利呢出演过很多知名的影片，比如《傲慢与偏见》等。她确确实实是一位兼具美貌与智慧的英国女演员。除了演技和写作的才华之外呢，莱利曾在英国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位，并对物理学和数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的整个人都让首富马斯克神魂颠倒。2个人结婚、离婚、复婚又离婚，整整来回了2次。但重点是他们并没有孩子。
虽然没有孩子，但感情方面真的算上是轰轰烈烈，是马斯克情感世界中最浓彩的一笔，它也是马斯克内心当中持久的放不下。看来首富对孩子的执念和情感的执念都可以另起一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马斯克这么想要孩子？有人说他是情场浪子，也有人说他是控制狂。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和经历，你就会发现他不是在乱生孩子，而是在刻意多生孩子。他自己也说过多次，人类最大的风险之一不是战争，也不是气候变化，而是出生率的坍塌。他说，很多人以为地球人口太多，但事实上出生率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得很快。我们可能面临人口迅速老化甚至减少的危机，所以在他看来，多生孩子不仅是家庭的选择，还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的拯救。您认同首富的观点吗？还是给自己独特的生育观找一个借口呢？马斯克的童年其实是非常不快乐的，他在南非长大，父母早年离异，跟父亲的关系也是极差。他曾经在采访中直言，童年非常孤独，被霸凌、缺爱是他早年生活的主旋律。研究证明，童年缺爱者更容易通过生育来补偿安全感，但一般人生一两个就顶天了。而在这种背景下，马斯克却渴望建立一个超级的大家庭。他曾经说过，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经历我小时候的孤单。可是首富马斯克忙成那个样子，有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吗？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呢？我们都知道，马斯克最疯狂的梦想就是把人类送上火星。他为此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建了 SpaceX 火箭公司。那问题来了，他要把人类送上火星，得有人呐。他说过一句话非常震撼，如果人类要成为多星球的物种，就需要有人类去火星。而这些人呢，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当然，这种想法也让很多人开始质疑他。你是真的想要孩子，还只是想把孩子当成火星殖民的资源？对于马斯克的生育观一直是逆潮流的，一边是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爱生育，生活压力大，房子贵，教育难；一边是马斯克狂生不止，他还号召大家一起生。他甚至在推特上说过，聪明人不生孩子是文明的灾难。生孩子这事儿，聪明人和富人是有特权的吗？哈佛医学院伦理委员会警告说，当穷人为基本生育权挣扎的时候，富豪已经开始定制完美的基因套餐了。有人认为马斯克这是用科技的名义合理化父权控制，剥夺女性生育资源。也有人说他在搞科技乌托邦，还有人批评他是生而不养，毕竟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他亲手带大吧。不管怎么说，马斯克的生育观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科技精英通过计划性的生育来对抗生育率下降，并掌控人类未来的一部分，也就是普通人你我的一部分。你怎么看待他的生育观？您认为这是生育自由还是自私？您能接受为移民火星而生孩子的这种想法吗？欢迎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最后，方主想说的是，生育从来不只是创造生命，而是定义人性的过程。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请您点赞订阅方竹时间。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见。